車厘茄咧都叫櫻桃番茄，好多人咧都習慣叫佢聖女果，因為咧佢汁多味甜，經常被當作水果嚟食，多啲人咧將佢做成糖果嚟食嘅。咁車厘茄咧同大番茄其實一家人嚟㗎，佢同屬茄科番茄屬，佢原產於南美洲嘅秘魯、厄加多爾、玻利維亞。咁而家喺美洲、亞洲、大洋洲同埋熱帶同埋亞熱帶地區咧，都可以見到車厘茄嘅身影。同普通番茄一樣，聖女果即係車厘茄另一個名啦，就唔單止可以做蔬菜，都可以當作水果嘅。但係大多數時候咧，大家習慣將車厘茄咧當作水果嚟食。咁除咗食之外咧，車厘茄因為佢個植株小巧，佢經常被當作觀賞植物，種喺屋企嘅。佢生長得好快，佢一般嚟講咧4月就播種，6、7月就可以成熟啦。咁車厘茄嘅品種形態好多，有啲圓潤得好似小球咁，有啲好似小洋梨咁，仲有啲咧就係微微尖尖嘅粗粟型。咁顏色都唔單止紅色嘅，仲有粉色啊、黃色啊、橙色啊，但係最常見嘅就係我哋紅色嘅。咁佢單粒嘅重量咧，一般喺10克到30克之間，所以咧佢又比較小巧可愛嘅，糖分高，口感香甜，風味鮮美。咁車厘茄咧其實都係一種非常受推崇嘅健康食品，佢個外形咧比較小巧，咁營養豐富，就好符合咧我哋現代人追求嘅天然同埋健康嘅飲食理念啦。就因為咁樣，聯合國糧農組織咧仲將呢個車厘茄咧列為優先推廣嘅4大水果之一。咁有啲朋友問謝醫生啊，究竟係先有車厘茄定係先有番茄咧？咁我講個答案先啦，大家可能有啲意外㗎。咁車厘茄同埋大番茄咧，確實係一種品種，佢同屬於茄科番茄屬㗎嘛。但係其實咧，我哋先係出現車厘茄啊。咁唔少人以為咧，係咪番茄先有咧，然後先培育出呢個小巧嘅車厘茄咧？其實啱啱相反嘅。番茄嘅祖先咧喺南美洲原嚟咧，佢隻個頭就好細嘅野生車厘茄。咁後嚟咧，大家反而想食咁大粒嘅番茄，於是咧佢不斷咁挑選改良，最終就培育出我哋而家見嘅大番茄啦。咁為咗追求呢個高產量啦、耐儲存啦、好運輸啦，咁種植嗰啲人咧喺選育嘅過程中咧，仲犧牲咗一啲風味，結果就係番茄雖然越嚟越大，但係咧佢就慢慢咁失去原嚟嘅香甜味啦。咁而家嘅車厘茄咧，其實就係嗰一種接近原始形態嘅番茄，小巧，味道濃，口感甜。咁早期咧大家都當車厘茄嚟觀賞花嚟養㗎。咁換句話嚟講咧，細細粒嘅車厘茄其實先係原生態嘅番茄，而嗰啲個頭比較大嘅番茄咧，其實先至係我哋人類咧干預之後咧選育出嚟嘅後嚟者嚟㗎。咁有啲朋友問謝醫生啊，同大番茄嘅營養相比，咁有咩區別咧？咁根據食物成分表嘅數據顯示咧，車厘茄嘅葉酸含量咧係高達61.8微克每100克㗎，而普通番茄咧淨係有5.6微克每100克啫。咁對於孕期嘅媽媽嚟講，適量咁食啲車厘茄可以補充呢個葉酸，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另外咧，車厘茄嘅維生素 C 都幾好嘅喎。佢33微克每100克，即係普通番茄嘅2.36倍，抗氧化能力更加強，而且咧佢都含有幫助我哋細胞代謝嘅鉀元素，含量都係普通番茄嘅1.46倍。好似煙酸啊、維生素 E 啊、鋅啊、碳水化合物呢啲營養成分咧，車厘茄幾乎係大番茄嘅2倍。咁整體嚟講咧，佢同大番茄嘅營養結構係差唔多嘅。但係咧，就好多關鍵嘅成分咧係翻倍咗。更為有趣嘅即係咧，車厘茄嘅顏色又比較多樣喎，紅色、粉色、黃色，甚至仲有紫色。佢唔同顏色咧，佢嘅營養重點都唔一樣。一般嚟講咧，咁紅色嘅車厘茄咧，佢嘅番茄紅素咧係最多，咁顏色最深，含量最高啦。咁粉色嘅車厘茄咧，佢都有番茄紅素嘅，但係咧就含量少啲。咁黃色嘅車厘茄咧，幾乎係唔含番茄紅素嘅，但係咧佢就富含胡蘿蔔素啦。咁紫色嘅車厘茄咧，佢嘅花青素含量高嘅。咁番茄紅素嘅多少咧，其實仲同呢個成熟度啊同埋季節有關係嘅。咁而係成熟嘅顏色越紅嘅番茄咧，佢嘅番茄紅素咧就係越多。咁
應季嘅露地嘅番茄咧嘅維生素含量咧都普遍咧比冬天大棚種植嗰啲會更加高，咁食起嚟咧味道都更加香甜㗎。咁另外咧，有啲朋友可能會問，咁如何挑選呢個車厘茄咧？咁首先我哋睇顏色啦。對於紅色嘅車厘茄嚟講，真深紅色咧，講明佢個光照好，水分足。咁揀嘅時候咧，我哋顏色越深越甜，咁淺顏色嘅味道咧就一般啦。咁偏酸或者係唔夠甜啦。咁我哋第二咧就要摸佢嘅硬度。咁唔好以為軟軟嘅就係熟透啦，車厘茄唔一樣㗎。只要係深紅色嘅就係成熟，而且韌一啲咧嘅口感會更加好，咬一啖咧嗰啲汁水好滿嘅，營養又豐富。咁第三咧，我哋睇新鮮度。咁新鮮嘅車厘茄咧，一般嚟講仲帶啲綠色嘅葉子。咁冇葉嘅車厘茄咧，有可能係放咗一段時間嘅。咁果實嘅顏色飽滿，表面光澤好，都代表係比較新鮮嘅。咁第四咧，我哋觀察呢個果皮。咁車厘茄嘅皮好厚，咁揀嘅時候咧，我哋小心唔好碰到。咁如果佢個皮光滑，佢冇咩斑點同埋裂口嘅，咁呢種口感同埋味道咧，一般嚟講係比較好嘅。咁第五咧，我哋感覺佢個水分，我哋可以攞啲車厘茄翻嚟捏一捏。如果手感係沉實啲嘅車厘茄咧嘅水分一般嚟講比較充足啲嘅，食起嚟多汁啲，有啲巢咁，其實可能就唔夠新嫩啦。佢嘅營養同埋口感咁稍為會差少少。咁有啲朋友問謝醫生血糖高或者係有糖尿病係咪適合食用車厘茄咧？咁如果血糖控制嘅穩定嘅情況下咧，由於車厘茄含糖量咧同其他嘅水果相比咧對血糖嘅影響更加溫和，佢係可以合理咁攝入車厘茄㗎。另外咧，車厘茄仲富含維生素礦物質呢多種嘅營養成分啊嘛，咁呢啲營養素咧係有助於我哋維持呢個身體健康嘅。咁糖尿病患者喺控糖嘅同時咧，都需要保證呢個營養個攝入嘅均勻㗎。咁車厘茄咧啱啱好喺呢方面提供幫助。不過咧，我哋需要知嘅就係咧，車厘茄雖然佢糖分唔高，但係畢竟咧含有一定量嘅碳水化合物。咁我哋如果食得過量嘅話咧，仍然有可能會導致呢個血糖升高嘅喎。所以建議糖尿病嘅患者咧，可以將車厘茄嘅攝入量咧算喺當日總嘅碳水化合物攝入裏邊。最好咧係兩餐之間或者係當加餐嚟食，而唔好咧喺正餐之後就馬上大量食用啦。咁樣就可以避免呢個血糖出現明顯嘅波動啦。另外咧，車厘茄係屬於低血糖負荷嘅水果，佢嘅含糖量咧大約有5.8%嘅，每100克咧提供22千卡嘅熱量，同埋5.8克嘅碳水化合物。佢相對而言咧，大番茄嘅含糖量咧嘅低於3%嘅，每100克淨係提供大約係11千卡嘅熱量，同埋3.3克嘅碳水化合物嘅。所以咧，對於血糖高或者係有糖尿病患者嚟講咧，同等重量下咧，可以選擇大番茄會更加適合一啲。咁另外咧，我哋食完車厘茄之後咧，糖尿病患者咧應該係關注呢個血糖監測結果，而且都根據自己嘅血糖情況同醫生一齊調整呢個飲食或者係食藥物嘅劑量。而且都要注意咧，每個人佢對食物嘅反應係唔一樣㗎，尤其係糖尿病患者。所以咧，你可以喺嘗試增加或者係調整呢個食物之前咧，最好係諮詢醫生或者營養師嘅意見，咁樣更加安全，都可以制定出符合自己嘅飲食計劃。咁最後咧，謝醫生提醒大家，咁所有嘅番茄類咧，佢唔單止係大番茄好或者係車厘茄都好咧，佢喺未成熟嘅時候咧，番茄體內嘅龍葵鹼咧嘅含量係比較高嘅。咁龍葵鹼咧係一種有毒嘅生物鹼，佢食起嚟咧會使大家咧嘅口腔嗰度發苦發瀉。咁嚴重嘅情況下咧，仲可能會出現一啲噁心、嘔吐或者係肚痛呢啲輕度中毒嘅症狀。所以咧，一定要食成熟嘅番茄，避免食用一啲青綠色嘅未成熟嘅番茄。咁多謝大家。